好的，我们现在看到飞机已经在跑道上滑行，非常的平稳。本周日，也就是5月28号，国内有一个大新闻发生，腾空起飞。这一天的上午10点45分，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C919，也就是中国自己研发的商用干线大飞机，迎来了自己的首次商业化飞行。30多名旅客的首航航班呢，将在下午的1点10分飞抵北京首都机场。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飞行 ，C919 顺利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也为 C919 的到来呢举行了一个相当隆重的欢迎仪式，并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至此，中国自己研发的商用大飞机的首次商业化飞行算是圆满落下了帷幕。民航商业运营国产大飞机正式起步，中国大飞机的空中体验正式走进广大消费者。说起 C919 的商业化飞行啊，我这2天也看了一下境外这些华文媒体的评论啊。多数的评价呢都是比较消极的，比较负面的。他们的观点主要是，他说：“你看这飞机呀，这发动机是美国的机翼跟法国公司合作的，那航电系统是中国跟美国公司合资生产的，那起落架都是美国生产的，所谓的液压系统啊，整整啊，这全部都是美国设计生产的。那你中国搞什么呢？造了造尾翼，造了造机舱门，搭起来这么一个壳子，就变成你中国自己生产的大飞机了。”显然不是嘛，这就是山寨，这只能说明中国山寨飞机的水平又往前迈了一步。嘿嘿，我看了一下，多数都是这样一个评价啊，但我觉得这个评价不太客观。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啊，如果要是说这个飞机可以随便这么山寨的话，那么为什么这全世界只有波音和空中客车才能生产出干线大飞机呢？那像日本这个制造业水平、设计水平这么高的国家，为什么搞不出来自己的干线飞机呢？别说干线了，支线都没搞出来。他们日本搞了一个支线飞机的计划，最后也失败而告终啊。包括呢传统的航空业的强国加拿大，包括巴西，也没有造出自己的干线飞机啊。那这些所有的航空零部件在国际上都可以采购啊，那为什么你采购出来就造不出飞机呢？所以啊，这飞机这件事情啊，可不简单。你别看这些零部件你攒在一起，你要想把它设计、生产、装备出来一条大飞机了，这个难度是外行很难想象的。首先，这里面你飞机的整体设计和你这个系统集成、系统融合的能力啊，实际上是非常见功力的。同样的设备放在你这个设计体系下所发挥的效能，可能跟别人就差别很大，安全系数可能跟别人差别也很大。所以你不要看这些系统、这些零件，你在全球都可以采购，但真能做成这件事的全球就2家，第3家都没有。所以中国能够做成现在的商业化的大飞机、干线飞机啊，应该说客观来讲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咱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 C919 这架飞机啊，这架飞机呢机长是39米啊，翼展呢是33.6米。高度呢有12米啊，虽然是个窄体客机，是一个单通道的干线飞机啊，它的最长里程可以飞5500公里，大致从北京可以飞到新加坡。它的这个座位的布局啊是33布局，然后呢整个飞机里面有168个座位，这里面的设计有一些还挺人性化的。你比如说这33布局的机舱里面，一般中间那个位置都没有人愿意坐，因为两边都是人嘛，坐起来也不舒服嘛。那么这一次 C919 的飞机的机舱里面设计就把中间的这个座位设计的比两边的座位稍微宽一点。那你看这个设计的点，我觉得就挺有巧思的哈。另外一个方面，它那个靠枕呢，它位置可以上下调，然后呢，这靠枕还可以窝起来，这样的话呢，也相对来说适应不同身高的人坐的那个地方。那这个也是跟别的国家现有的航空公司的比起来，也是设计的不错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就说，现在 C919 这个飞机啊，总体来讲啊，在国际上还算是比较有竞争力。最重要的一点呢，据说他们的设计师讲啊，他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对标空中320啊、万斯这飞机啊，它燃油经济性啊要比对方低15%，包括波音飞机的737。但是后来这2家航空公司也分别造出了新机型啊，燃油经济性也下降了。所以呢，现在它的燃油经济性跟波音和空客的最先进的机型基本是持平。但不管怎么样啊，那你现在造出来的飞机，你燃油经济性能跟波音和空客啊最先进的机型打平，那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Made in China. Those 3 words now apply to commercial aircraft. Now, China hopes that this will be its chance to break into the global aviation market and try to break the stranglehold of Boeing of the US and Airbus of Europe that have long dominated. 应该说，中国的这个商用大飞机啊，从有这个想法到现在首次商业化飞行，差不多经历了将近50年的时间。最早的时候，中国有一个运10的项目，一开始立项的时候是想给首长做专机。中国当年改革开放之前，老毛是不怎么坐飞机的，他怕死嘛，不敢坐这个飞机嘛，他都是坐火车出行。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啊，我们这些国家领导人都有了自己的专机，也就是中国版的空军1号。但是中国版的空军1号呢，你都得用波音的吗？或者做空客的吗？但是你要知道，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跟美国这些国家啊，关系又不是特别融洽啊。那你想想，你用波音的、用空客的这样的一个飞机做专机，那就有一些风险嘛。当年中国订的这个波音飞机的那个首长专机回来之后啊，那北京的34师上飞机上检查，拆出来一大堆窃听器啊。你想想，那我要是波音飞机，我也往里头装窃听器，对不对？那空客当时给中国建这个首长专机的时候啊，那中国的34师那军人就乔装打扮成中航工业的人到现场啊，全天候盯着总装备线上的工人装配，那也是防不胜防。总而言之，中国希望有一颗自己的飞机能给领导人做专机，那这个想法在运10呢是最明显的一个目的啊。但是运10不成功啊，一个是就是当时中国的航空工业水平啊，无论是设计啊、装配啊、生产啊、制造啊，还是太低。你做出来，领导也不敢做啊，对不对？谁敢做呀？玩命一样，是不是？另外一个，它的经济性很差啊。运10飞机你造出来，你的燃油经济性你比其他航空公司的那高1倍，那你虽然能飞起来，那人飞一次亏一次，那也没人买，对吧？所以运10项目后来就流产了。运10之后流产之后呢，美国当时有一家航空公司啊，叫麦道。麦道当年啊，曾经也跟波音公司平起平坐的。它的那个喷气式发动机是在尾翼上啊，我当年早期坐飞机时还坐过那个麦道80、麦道90。后来空中客车崛起之后，这麦道就在空客和波音的夹击之下啊，日渐衰落，有差不多10几年的时间一直亏损。这时候中国就找到麦道，说你看你现在也亏损是吧？那我们中国有市场啊，咱们联合研发一款飞机呗，这样的话在中国生产，然后呢也能挽救你们麦道公司。双方一拍即合，后来麦道呢就给了中国麦道80和麦道90的图纸，让中国自己按照这个图纸啊和零配件组装。当时中国也很穷啊，说实在都买不起，是咬着牙想要买这个麦道80和麦道90的飞机。在1997年的时候啊，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麦道这个公司啊，后来在多年的亏损边缘挣扎之后啊，被波音公司给收购了。当时麦道90中国已经装备出来了2架，已经完成了试航，首飞都完成了。但是波音呢，因为知道麦道这样的一个机型不符合自己的总体发展战略啊，就要求麦道公司给全球5家授权生产的企业全部销毁所有的飞机资料，从设计图到你这个所有的生产标准，几百万个生产标准全部要销毁。那么中国呢，也不得不销毁所有的麦道公司在自己生产的资料。中国想借道麦道这样一个技术换市场的方式啊，完成大飞机项目的起飞失败了。那么在麦道这个项目失败之后呢，中国又搞了起来的自己的第一个支线飞机，就是 ARJ21。这个项目呢是基本上遵循现代西方国家这样一个设计思路啊，就是全球采购，然后自己作为一个主制造商和主设计商。ARJ21项目也是搞了很多年，最后呢，这个飞机首飞也进入到商业化飞行了啊。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经济性有问题。它这飞机啊严重超重，超重之后导致的飞机的经济性呢，你航空公司虽然买来之后啊，但你飞完之后亏损。所以这个飞机基本上是中国摸索生产支线飞机过程中积累经验的一个产品。你虽然说拿到了适航证，虽然说你也能飞行，但就是由于没有经济性，所以它很难成为一个在市场中间有竞争力的产品。2007年2月26号，国务院召开第170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大型飞机方案论证报告。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也就胡温时代，
中国终于上马了自己的商业化的大飞机项目，也就是这个 C919。为什么要上这个 C919 项目呢？因为中国当年在经济蓬勃发展之后未来一定是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但是这个航空市场中间呢，那又被美国的波音飞机和欧洲的空中客车所垄断。那你想想，这飞机上的一个螺丝都可以卖10几美金呢。那飞机的所有的维护费用是极其高昂的。如果自己要是掌握了大飞机的项目那你想想，你不但在国际上可以跟波音、空客平起平坐，但同时呢，你自己的这个巨大的航空市场中间，你也可以分一杯羹你不仅仅完全靠波音和空客来填补这个市场据中国自己的推算，在未来20年中国的航空市场需要9000多架飞机。那你想想，这9000多架飞机，如果自己有一个能够生产的大飞机项目，那不是好太多了吗？所以在2007年的时候，中国就上马了自己的商用大飞机项目。但是商用大飞机项目不好搞我听到的消息这个过程实际上还是靠欧洲就是给中国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帮助。虽然我们现在宣传这飞机的总体设计飞行系统集成系统融合系统都是我们自己搞的，自己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拥有自己的完全知识产权这一点是没问题的。但我听说法国和德国的工程师近乎于手把手的在教中国，提供了非常多的技术帮助。那么这些技术帮助呢，一方面呢，中国也是将来为了取得欧洲的这样的一个适航证要做的准备。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有很多东西也搞不懂、搞不会，要向人学嘛。所以这个项目从2007年起步，那么首架飞机下线呢，到2015年了。从2015年首架飞机下线到这一次完全取得中国民航局的适航证，进入到商业化飞行，用了差不多8年的时间那你想，这时间还比较长，中间还经历过一次发动机的好像那么一个故障吧，就设计当时中间有个数据搞错了，所以又返厂进行重新搞，最后经历了100多天才重新进行复飞。那么这一次呢，终于算是迎来了自己的商业化首飞应该说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飞抵北京首都机场，那届时，那么怎么看C919项目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大飞机项目对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来说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它是一个龙头中间的龙头明珠上的明珠。中国假如说这个商用大飞机项目能够顺利的进入市场，不靠行政干预，单纯靠市场就能拿到足够的订单，并且将来对标波音和空中客车的话，可以使中国的制造业提升一个台阶。你想想，这飞机的总装它对你整个制造业包括整个工业的水平要求高了去了，几百万个零件，你要装备起来不能出错飞机的零件一旦要是装错的话，那后果是灾难性的。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一架飞机在陕西上空中解体了。解体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减震系统中间有一个螺丝拧错了位置，最后导致飞机在空中就解体了。所以你想想，一个飞机几百万件零件在装备的过程中间，怎么让它装备的不出差错，那就说明你的整个制造业水平都提到了一个台阶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那你这个设计融合这样的一个水平从0到1是非常之难的，因为你没有嘛，没有经验嘛。但是你将来一旦要建构起来这样的系统从1到10就相对变得简单了。因为现在这个 C919只是一个干线的单通道的这么一个飞机航行里程最高只有5500公里嘛。但是你在这个窄体客机的基础上，未来发展成宽体客机那个就容易多了。因为从0到1很难，从1到10难度要远远小于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所以假如说 C919要是突破成功了，未来再用10年到20年的时间，你这个机型不断丰富，开发出自己的宽体客机，这个呢也是指日可待的一件事情第三，就中国这个 C919的项目，说白了，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是这么一个技术换市场的思路。只不过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通过卖道那个方式还不太行，因为人要做成一件事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当年中国整个航空业的这个设计生产这个制造的水平太低，
所以你想跟麦道搞成这件事情也搞不成。但是进入到本世纪之后啊，那应该说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大幅提升了，也就拥有了中国再一次跟欧盟啊进行联合、进行技术换市场的这么一个条件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现在啊基本就是拉着欧盟啊来做这件事情。中国现在不断的在采购空中客车的飞机啊，但是呢，波音飞机呢，基本中国不怎么采购了。去年1年啊，中国波音进入到中国的飞机只有8架，但是这个空中客车有多少架呢？200-300架呀。那中国把这么多大单给欧盟，就是要换来欧盟对中国的这个 C919技术上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大家都知道啊，中国这些制造业的提升啊，最早的时候汽车就想搞技术换市场，但是不是特别成功。那些国有企业当时搞技术换市场的时候啊，坐享其成，最后基本也没怎么发展。后来都是一些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之后啊，才使得整个中国汽车制造业的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啊。包括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更是没有靠国有企业啊，就是靠这些民营企业自我的奋斗，最终发展起来的。所以汽车行业的技术换市场实际上是个失败的案例。但是中国的高铁是一个技术换市场比较成功的案例。当年刘志军嘛，举中国之力啊，跟那些法国这个日本这些公司去谈判，最终以中国庞大的市场去换来了中国高铁最核心的技术那使得中国的铁路发展一下子跃升了差不多30-40年的时间。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中国现在也就成为了全世界高铁运营里程最长的国家，那自己的基建水平已经变成了全球第1了。那中国现在的高铁也开始走出国门了，开始往其他国家进行出口了。这个 C919的项目其实大致也差不多，就是在本世纪中国的制造业水平提高之后通过这种悄悄咪咪的技术换市场拉拢欧盟的方式最终为中国的商用大飞机迎来了自己这个咕咕坠地的第一声地哭我觉得这个呢，应该说这是第3点。第4点，就现在这 C919呢还没有拿到美国 FAA 的这个适航证，也包括欧盟的适航证但是未来呢一定会拿到，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据我了解的信息就是现在欧盟的这个适航证呢，它只差1项了，因为在整个过去8年的从飞机下降之后不停的就试飞积累资料的过程中间，全程这些信息都贡献给了美国的 FAA， 也包括欧洲的空中客车那么现在差什么呢？就差一个这个飞机本身必须积累10万小时的商业化飞行，但这个呢并不难嘛，因为中国自己的幅员辽阔，随着这个 C919不断下线线路的增加，积累到10万个小时呢，应该也用不了太长的时间。一旦要是在欧洲取得了适航证，那么意味着中国的飞机就可以出口到欧洲了。那么欧洲也许现在不会买，因为它的空中客车也基本上都可以满足自己的市场了吧。你又是一个新飞机，对不对？大家也要看一下。但是那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就会愿意买中国的飞机了，因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中国的 C919还是便宜嘛，现在的目录价格是$9900呢，跟这个波音飞机和空中客车比起来呢，都比他们便宜将近$1000万，而且这个目录价格还可以打点折如果你要是先拿下了非洲的市场那你未来你逐渐的进入到欧洲的市场，这也是情况可期的据欧盟呢有一个人预言呢，他说中国的这个 C919虽然说下线了进入到商业化飞行了，但要想真正跟波音和空中客车构成一种全球化的竞争，可能还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 And have a look at the cockpit. Now, China's now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at in this seat. That shows you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the aviation industry and for China's political leadership that this works. It's a moment. 其实这也正常因为当年空客刚搞出来的时候，从1970年到1995年，差不多用了25年的时间，它的市场占有率才从0%达到了15%。那么后来一直到本世纪20年代现在空客才跟波音公司平起平坐了。所以一家航空公司的成长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建构起来。所以 C919 它要想真的达到跟现在波音公司跟这个空中客车平起平坐的地位，我觉得50年之内能达到已经算是非常成功了但是中国有一个优势，
就是中国自己的幅员辽阔，自己的航空业发达，所以它有足够大的市场，先把这些飞机订单吃下来。现在据说 C919 呢，一年的生产量只有30架，那这30架自己的航空公司都可以消化了嘛？那你想一想，所以他不用担心一开始你造出来之后没有人买的这样一个窘境嘛，这就是大国给自己带来的红利嘛。如果中国自己先飞个5年8年的都没什么问题，也没出什么这个空难事故啊，慢慢国际社会就可以接受了。第5点，我觉得大飞机的项目对整个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今天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的一个观点啊。他说你想想，中国现在你人民币要国际化，你要中国一带一路给那些国家贷款，贷款之后他要买中国的商品才行，那你中国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呢？你想一想，中国你不能只卖那些袜子啊、纺织品啊，那没几个钱，对吧？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能不能买一些所谓的固定资产？这固定资产呢，你包括中国的高铁是啊，包括中国现在在外面帮助人建的一些水电站啊、高速公路是，但那个东西啊，毕竟啊建设周期长，而且的谈判然后施工呢涉及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比如说你高速公路你要建，因为很多国家不允许你中国带工人去，那你要雇当地的工人，那整个项目管理啊，一方面成本一下就上去了。但是飞机不一样，飞机本身就是固定资产呐。如果你中国的大飞机项目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了啊，那你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你要是出门去访问的时候，有可能你带回来就是100架、200架的飞机订单，那你想想，那中国真的就是从制造业的大国变成制造业的强国了，你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就会变得更大了。所以这件事情啊，应该说，对未来的影响啊，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啊。最后我想说一点啊，我做这期节目呢，肯定不是为了中共洗地啊，我也为中国的发展啊，那些值得骄傲的发展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中共的事情跟中国的事情要分开。中共呢有很多做法我不赞成，我也反对，知道他搞那些侵害普通老百姓权利的事情啊，打压言论自由啊、言论自由啊，是欺负普通的老百姓啊等等，都可以批评。但是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呢，我们也要客观肯定。你就比如说这个航空业来说，中国能拥有自己的大飞机，那对中国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也会获益啊。那中国航空业的这些人经过了50年自己的奋斗，终于有自己的一个大飞机项目能够进入到商业化飞行，那我觉得这就值得肯定。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要把中共的事情跟中国的发展分开。中国的真的发展了，我们要为它肯定。但是未来呢，这 C919啊，我觉得还取决于2点啊，它能不能成功啊？第一点就是你在市场中间不要通过行政化干预的手段，能够让它在市场中生存下去，这是最严酷的一个考验。因为你要是靠行政化干预，你说东航给我买100架，南航给我买50架，那这个东西不能叫成功。因为 C919的成功只有一个标志，就是你首先拿到美国 FAA 和欧盟的适航证，其次你的飞机真的能够被国际上其他国家以商业化的价格买走并且运营。那么这个你不可能靠行政化手段，因为你中国政府也管不了别的国家去买嘛，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它进入到商业化飞行的这个若干年内，这 C919 可不能出空难了。它要是一旦出空难了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对于中国刚刚进入到商业化生产的这么一个飞机来说，那可能就是灭顶之灾。最好的一个推广的方式是什么呢？要我说，就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把自己的专机换成 C919。你想，如果你自己天天坐着 C919 全世界各地去飞啊，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广告，对吧？而且呢，也是相当于你对自己啊中国制造的信心嘛。那你现在如果还坐着波音飞机，那也不太合适了，对不对？因为过去呢，你自己没有自己的飞机嘛，那你只能坐波音的。现在有了自己的 C919 了，那在我看来就应该坐 C919啊。所以我也希望国内的朋友都给这个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议一下啊，尽快把自己的专机都改成 C919。那我觉得啊，中国的 C919 的这个发展啊，可期，未来啊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腾空起飞，我们看到整个过程也是非常的流畅。President Xi Jinping, he flies around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on a Boeing 747. He hopes that one day perhaps he and even maybe you will be flying somewhere around the world in China's homemade commercial aircraft.